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晴。今天这期是我最想聊的话题，我想分享12年来我在 IT 行业苟活的心声和苟活的技巧。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像我一样，我们描述自己的职业生涯就一个字：苟。不只是 IT 行业，我们的特点是，你问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？为了钱，为了生活。那喜欢这个行业吗？不喜欢。那擅长这个行业吗？不擅长。那待在这个行业快乐吗？不快乐。那为什么不离开这个行业呢？为了钱，为了生活。或者说，当初我们选择这个行业，现在坚持这个行业，都是因为这是一个毋庸置疑正确的选择。这个选择带来更多的钱，更好的生活，家人更多的尊重，更光明的未来。如果这个行业不主动把我们淘汰掉，我们是不会主动离开的。我估计很多老外是无法理解的。我出国留学以及在外企工作时，老外们总是问我为什么做这样那样的选择。他们期望的答案是我喜欢。比如，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？因为这个行业让我感受到有成就感的 moment， 我给谁谁谁提供了价值，不啦不啦不啦，所以我喜欢这个行业，选择这个行业。这是老外们的标准答案，但不是我的答案。我不喜欢，准确的说，我不 care。我做选择只是因为这是我能选择的范围内最正确的选择，仅此而已。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新闻，说在中国本科学理工科的比例世界第一，接近 50%。 STEAM 领域的毕业生人数世界第一，超过500万人，而且都是遥遥领先的第一。我很自豪中国有这么显著的工程师红利，但我从这些数字里看到了汪洋的泪水。这里面有多少人和我一样痛苦，甚至比我还痛苦啊？我们不擅长，不喜欢，但无法选择离开，我们困在了我们的标准答案里。我知道像我这样资质平庸的人，如果身在国外，最好的结局就是蓝领工人。但我身在中国，再穷不能穷教育，高考改变命运，这些意识根植于我的父母，众多父母，乃至于整个系统，包括我自己。我很感激我父母的坚持，感激这个社会的托举，也感激自己不断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所以现在我能体面的活着。我没有怪罪这个系统，我只是想发出一点点声音。真的抱歉，我有一点点痛苦。请不要觉得我在无病呻吟。如果你的人生易如反掌，事业如鱼得水，我祝贺你。也麻烦你把这个视频关掉吧，我们的悲伤无法相交。接下来的内容是分享给那些即将踏入不擅长的行业，或者正在不擅长的行业苟活中的朋友们。这是我这12年来在被反复的捶打和碾压中硬生生磨出来的思考，一共4点，从鸡汤开始到改变意识，改变行动。也许随着 AI 的发展，很多行业会消亡，我们要被迫进入新的行业。我希望未来无论在什么行业，我们都能活下去，更希望行业能滋润我们，而不是折磨我们。首先分享第一点，我们要原谅自己的不擅长。其实所有的不擅长都源于我们没有匹配到更好的资源。如果大家去查一些科技大佬的生平，比如90后的季艺超、80后的理想、70后的伊隆马斯克、50后的比尔盖茨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在高中就沉迷编程，甚至利用编程赚到了第1桶金。我想想我高中在干啥？不要嘲笑我，我在沉迷看郭敬明、韩寒。当然了，高中就沉迷计算机也不一定能成为科技大佬。比如我老公曾经参加过全国高中生计算机竞赛，但现在和我一样做程序员，工资也差不多。区别就是他工作起来比我滋润多了，而且他有旺盛的好奇心。如果他遇到 bug， 他会被点燃，他会如饥似渴的研究，根本停不下来。我遇到 bug 会心态爆炸，哭天抢地，度日如年。我作为程序员竟然非常不擅长看 log， 哎呀妈呀，那玩意咋看啊？根本不是人类的语言。每次看得泪流满面的时候，我老公就会安慰我，其实这种崩溃和绝望他小时候也经历过，看久了就好了。确实，看久了就习惯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的人比我们更擅长某个东西，可能仅仅是因为他更早、更深入接触了这个东西。我和电脑接触太晚太浅了。其实高中的时候，我家有电脑，能上 QQ 玩植物大战僵尸，
但那个时候我一走进电脑，我父母都很紧张，生怕我沉迷其中影响学习。我不是怪罪父母，我理解每代人都有他们的眼界的局限性，主要还是我和电脑没缘分。年轻的时候没有恰逢其时的机会让我对电脑产生兴趣，也没有一个贵人能推我一把，让我意识到电脑作为生产工具的革命性。这不是我的错，不是任何人的错。教育是有隔差的，资源匹配是有随机性的。我们要接受这个现实，更要接受自己，原谅自己的不擅长。第二点，即使你不擅长、不理解，也不要抵抗它，要假装接受它。我学计算机专业6年，程序员职业生涯6年，12年了。我觉得我一直在内心深处无声无息的剧烈拉扯，因为我的脑回路好像和计算机世界不一样，我在呐喊，我不接受。最后拉扯久了，我被征服了，我接受了，我就理解了。去年我进入新项目，完全不理解新项目的一些术语名词。首先我就看不懂英文，然后查了中文释义，我要疯了。这些术语的命名竟然出自100年前的奇幻小说，在英文圈很火，但我没听说过。反正新项目过了好几周，我都记不住这些词儿的拼写和读音，就感觉莫名其妙。要是以后我能用中文写一个广为流传的项目，我就用《仙剑奇侠传》的设定，3皇5陵6界演变，难死那些老外。其实计算机世界里有很多让我感受过陌生不适的词 ，Grafana、乌班图、Jenkins， 也许这些只是最开始的命名人想炫耀极客的品味而已，没啥特别意义。但我每次都纠结了很久才记住。除了术语之外，接受计算机的语言对我来说也是挑战。比如很多年前，我第一次遇到 not found 的这个报错，我冻住了，不知道咋办。这么说吧，我让我的程序去北京找张三，他找了一圈回来跟我说张三 not found， 我就懵了。但如果他说 I'm sorry, I cannot find 张三 in Beijing， 真的是去北京找吗？找的人真的是张三吗？哦，那我立刻能懂。not found 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要不地址错了，要不名字错了。但是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报错，我就是看不懂，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报错，很多代码我不理解。我常常感觉我和同事不在一个次元。同事说你看这行还有这行，哎，懂了吧？然后我就我觉得我倾向于丰富的、通俗易懂的表达，而计算机语言的表达是苍白的、简洁的、精准的、理性的。适应计算机语言体系对我来说是持续的拉扯，另外还有很多流程也让我感到拉扯。比如多年前学习 GitHub 提交 PR， 这是为了在团队协作中实现代码的版本管理和质量把控。当年我就像马冬梅家楼下的大爷，什么？管理什么？把控什么？我顺着指南点这点那提交了人生第一个 PR， 根本不理解。如今我对 GitHub 的操作流程烂熟于心，甚至感叹谁发明的这玩意儿，太巧妙了。似乎每次学习新流程的时候，我都只会按照指南照本宣科，完全不得要领，要过很久才会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为什么会慢半拍？我不认为我蠢，我觉得很多流程其实都不是临时拍脑袋想出来的，一定是有过诸多的考量，诸多的试错，经过反复的修剪后变成经验的步骤。我这么感性的人很难快速接受缺乏历史、缺乏上下文的冰冷的步骤。所以今年我在给新人讲解软件工程的某些流程的时候，我很努力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做第一步，为什么要做第二步，而不是仅仅告诉他们第一步是什么，第二步是什么。如果未来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，我会上下而求索去追寻理解。如果上下求索还是无法理解，那我就先接受，让时间告诉我答案，终有一天会迎来豁然开朗。其实很多人悟性好，只是因为他们早早接受了新的体系、新的叙事方式，他们更愿意去磨合自己。每个人踏入新行业都是小白，如果内心在抗拒，那就没有办法把自己快速迭代到强大的版本。假装接受，主动磨合，
这是我12年来的血泪教训。也许我这12年的坎坷计算机之路，就在我大一那年不情不愿的粘贴复制了 print out Hello World 这行代码的时候就命中注定了。因为当时的我并没有主动开放胸怀，对计算机世界问好。讲了这么多，接下来分享实操。我想分享的第3点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并不是我自然而然悟到的，而是受到老板的点拨。学会拆分任务。之前我被分配了新的任务，每天半夜我们的测试会自动跑起来，跑到早上。我需要在每天11点的小组会议上汇报测试的情况，并解决失败的测试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测试一失败我就崩溃，我哪知道怎么解决？以前我早上都起不了床，那段时间7点就醒了，睁开眼就去看测试结果。后来渐渐的，我醒了之后都不愿意睁眼，我想逃避，想逼迫自己睡过去，然后忘记这一切，但又焦虑的睡不着，太惨了，我都想去求个福，保佑我的测试通过。那个11点的小组会议简直就是我的公开处刑，我永远都是一脸尴尬，支支吾吾，顾左右而言他。后来老板找我谈话，他说小组会议上你要汇报半夜的测试发生了什么，可以只是简单描述在哪一步失败了，然后你要汇报你打算怎么办，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，那你就说你要去请教谁谁就可以了。第2天你要汇报昨天你去请教谁谁，他告诉了你什么，你尝试了什么。所以每天你要告诉大家3件事儿，昨天干过了啥，半夜出了啥事儿，今天打算干啥。我当时想，哦，是这样的吗？作为一个小镇做题家，潜意识里会觉得我要交出正确答案，让测试完美通过。交出正确答案太难了，但告诉大家昨天我干过了啥不难，告诉大家半夜出了啥事儿不难，告诉大家今天我打算干啥也不难。我的老板并没有强迫我赶紧交出正确答案，他只是要求我推进这个工作。现在想想，做测试是为了啥呀？是为了永远不出错吗？不是，是为了找出错误。出了错就去推进，去尝试，去试错，去寻求外界帮助。每天做一点点，自然而然错误就会被解决。这让我想起初中学的一篇语文课文，走一步再走一步，讲述了作者小时候被困在悬崖上，进退两难。他往下一看就感觉天旋地转，根本迈不动腿。一直困到晚上，他的父亲来接他，用手电筒为他指路，让他不要想有多远有多高，先下来第一步，然后再走下一步，慢慢的就成功下山了。走一步再走一步，我老板告诉我的事情是这样。我在工作中看到了很多大型项目，从零开始到最后成功也是这样。现在就算马斯克来找我造火箭，我也无所畏惧了。只要我们能把巨大的任务拆分成小任务，走一步再走一步，我们就一定能做出成果。最后一点是我作为混迹在职场的中年人的心声：掌握工程思想，掌握综合技能，而非仅仅掌握知识。大家应该都会开车吧？我开车水平特差，驾校里还能兜几圈，到真实的道路上，哎呀妈呀，根本忙不过来呀！现实环境太复杂了。类比一下，大学里的理工科课程相当于在教我们汽车发展的历史、汽车的各个组件、汽车的工作原理、交通规则等等，理论课为主。辅助的实践课会带我们体验一下踩油门、转方向盘，但顶多就是驾校兜圈的水平。学校的教育很重要，但确实不够，因为在职场上是真的要开车上路了。现实世界的工作是混沌的，我常常感觉只缘身在此山中。怎么办呢？实习是一个好办法，但说实话，短于3个月的企业实习还是很难接触本质。当年我的大学组织了所有人去企业实训，我并没有收获太多。首先确实是我的问题，我没有好好利用机会混过去了。其次，当时的公司只是给我们编了一个在隔离层的任务，没有人教过我怎么 debug 解决问题，也没有人向我展示过真实的项目是如何被策划、被部署、被运维、被支持。纸上谈兵是不行的，必须真刀真枪的干。只有当我们进入真实的职场，第一次翻看多年堆积出来的史山文档时，
第一次接触说不清楚需求还疯狂改需求的客户时，第一次启动半死不活的机械设备时，工程教育才真正开始。为什么要做这个需求？这需要理解业务。为什么这么多方案里要选这个方案？这需要权衡设计。各个任务是怎么为系统服务的？这需要理解框架，具备全局观。出错了怎么排查？这需要问题定位能力。怎么与同事合作？怎么与客户沟通？这需要总结和表达能力。我们要有意识地去掌握工程思想，掌握综合技能，才能识得庐山真面目。以上是我想分享的内容。准备这个视频，我掉了很多眼泪，我说的都是真情实感。最后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向东走50米，再向西走20米，那最后朝哪个方向移动了多少米？你一定能答出来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家长辅导小孩作业气晕过去的视频？有的小孩就是无法理解向东走50米，再向西走20米这件事儿。在计算机的世界里，我就是那个小孩。我的同事们都是我的家长，很多时候我都放弃我自己了，我的同事们没有放弃我，一遍遍地教我计算机世界的运行体制。我很感激我的同事们。如果有一天我要去教别的小孩，我永远不会放弃他。如果他不理解向东走向西走这件事儿，我会带着他不停地练习，咱们就反复向东走50米，再向西走20米，总有一个时刻这件事情会扎根在他的脑子里。正在看视频的朋友，请珍惜那些还愿意教你的人。如果没有人教你，请不要放弃自己，你就是你自己的家长。向东走50米，再向西走20米，向东走50米，再向西走20米，你一定会到达你的彼岸。这期视频分享了如何在不喜欢的行业苟活的技巧，但我更希望的是你能遇见让你热血沸腾的行业。我和 AI 畅谈了40多小时，用 Vibe Coding 做出了这款测试，探索你的职业宇宙。20道题，6个维度，不问成绩，不问学历，只问你这个人。希望它能给你一个新的视角。苟活是现实，但探索是希望。也许 AI 比你更懂你。欢迎访问我的个人网站民勤.net 查看测试，也欢迎关注我的 B 站账号民勤学姐聊聊天。我们下期见。